这么大一艘潜艇在晴朗的日头下，从上午10点钟大摇大摆地从台湾海峡经过，台湾军方监控到了吗？非要等到外国的民间研究人士发帖子，台湾当局或美国才如梦初醒，匆匆地派飞机前来窥探。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解放军核潜艇公开航行通过台湾海峡，测试出台湾当局对海监视能力形同虚设。11月29号的晚上，美国民间潜艇研究专家萨顿发表了推特的贴文，说他通过卫星照片发现，解放军的一艘094型的导弹核潜艇，在一艘水面舰的护航之下，在中午时分沿着大陆的内海浮航通过台湾海峡。这件事引发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的一连串的反应。核潜艇在航行过程中被卫星拍到，这是比较少见的事情拍到中国核潜艇的是欧洲的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的项目卫星，绰号叫哨兵。哨兵卫星中有一些是雷达卫星，有一些是低分辨率的多光谱的卫星，只有哨兵2的分辨率比较高，大概有10米的样子。这个数字一般只能识别大型的船舶，所以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被称为核潜艇的海上目标非常的不清晰。这个萨顿是根据目标尾流的形状认定这是一艘核潜艇，而艇身上方有一个比较长的黑色的形状，这是导弹核潜艇的发射井的组合体。攻击型核潜艇不会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海域不太可能有其他国家的导弹核潜艇在水面航行，所以他认定这是解放军海军的094型。哨兵2号采用太阳同步轨道，也就是说他拍到的照片的时候大约是当地时间上午10点钟前后吧。或许他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幅图片发布之后，美国立即出动 P8 反潜机自南向北穿过台湾海峡，显然是探探虚实。台湾方面甚至有人认为这艘中国核潜艇在10月2号和美国的海狼级潜艇发生了水下碰撞。既然海狼级被迫浮出水面回去修理了，那么解放军的核潜艇肯定也受伤了。这个说法确实是脑洞有点大的这个事儿的整个发展过程却让我们看到了台湾军方的某些真实情况。台军全力以赴地投靠美国，极力地刺探大陆的军事情报，与美国共享。台湾不但建了美国的扑鹿爪雷达，还派遣大量的特务策反大陆的军政人员，把情报提供给美国。对大陆核潜艇的刺探更是重中之重。台湾方面一谈到海峡的局势，就总是用什么尽在掌握、有效监控。如今这么大一艘核潜艇，在晴朗的日头之下，在上午10点钟大白天大摇大摆从台湾海峡经过，台湾军方监控到了吗？非要等到外国的民间研究人士发帖，台湾当局或美国才如梦初醒，匆匆地派飞机前来窥探。094不是什么小装备，而是灭国神器它的12发巨浪2核导弹足够把世界上的多数国家直接送进石器时代。094也是美国情报机构最关心的解放军的装备之一。以台湾当局的宣传政策和台湾军队的保密的能力，如果真的是看到了核潜艇经过，肯定是不会藏在肚子里不说的。解放军派些飞机到台湾附近训练演习，他们都要喊到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台湾军方大概率是没有看到这艘核潜艇。至于096为什么在白天通过台湾海峡北上，各路人物是纷纷猜测，但基本都指向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这艘096是在返回葫芦岛船厂的途中，准备接受维修，艇上可能有故障，不能冒险前航。潜艇是复杂的工业产品，发生故障在所难免，而大型复杂装备的回厂修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过这次被卫星拍到，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警示。随着国外民用遥感卫星的不断的增多，发生在地球表面的事情就越来越难以保密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哨兵卫星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它的数据向全世界开放，所以外国的情报分析人士也好，爱好者也好，很容易搞到。除了哨兵之外，国外还有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歌群卫星，美国数字地球公司的系列的高分辨率卫星，这些卫星联合在一起，
就可以对昼间半球做不间断的监视。芬兰、美国、日本的一些企业还在开发商业雷达卫星的新座，上天之后可以把夜间半球也监视起来，这样很多传统的军事保密手段呢就无法再发挥作用了。就算现在是和平时期，如果有外国情报机构甚至是研究机构用卫星观察手段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海军动向，那也是非常不利的。那如何在全球天眼的新时代保守秘密，隐蔽我们大型主战装备的行踪，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